大家好，我是大伟。揉腹这个动作啊很常见，咱们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饭后的时候把自己的肚子啊揉一揉。但是你知道吗？道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咱们只要像我这样坐着啊都不动，然后去进行一个揉腹。当然，这个揉腹啊和我们饭后的揉腹不一样，只要进行一个99下的揉腹，你会发现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都会发热，有的朋友啊还会出汗。这种感觉啊是非常的酣畅淋漓的，非常的舒服的。你们只要把这个动作学会，每天把它当成运动一样去做99下，你自己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道家来说的话，有2种方法啊，一种叫小揉腹法，这种揉腹法呢，它其实里面是带劲的啊，手是这么转的，而且它要往内压，这个是我们常见于饭后的。而运动方法呢，叫做大揉腹法，它更重要的是灵活我们整个身躯，而且同时能增加我们里面内部5什么6什么的在一起的摩擦，让里面变得更加的和谐。那么今天呢，我来把这个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感觉做得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或者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接着呢，我们来一起看内容。那首先大揉腹法怎么去做，我们一定要找好定位。就是很多朋友啊去做的时候，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幅度。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右下方，也就是说我们的右侧下方，双手这么放好。放好了以后，慢慢的我们先学会它的一个运转方式，叫做右伸到左，左降啊，就这么回来。这是一个大揉腹法，但是它不完全。我们在做的时候，先把手贴在上面，这么转几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加大幅度。你看，我的身体也开始转动。手在往上的时候，肩膀往上提到你的顶端。再往下的时候，你看左下啊，就这么放下来，右伸左降，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手幅度变大，这么去做。整个人在做的时候，身子是在旋转的，就这么去做99下。我们的方向是一直固定的，而不是说顺时针多少下，逆时针多少下。只要记住右侧往上走，左侧往下走，记住这个右伸左降就可以了。慢慢做着，你逐渐的要感觉到你的腰和腹这个里面发热，而且呢，做着，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个小太阳从下往上这么升起来，额头后背会发热。每天这样做，一般来说推荐大家的时间就是在饭前。饭前我们去做99下就可以了啊，做到99下，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发热，里面感觉热乎乎的就行了。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会热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摩擦。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其实本能之间，你里面的5什么6什么，它们之间就会进行一个相互的摩擦。那么在摩擦的时候，你看手在摩擦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有热量。同时呢，里面有热量，热量从里面向内而发，所以一会儿额头、后背、脸颊都会热。这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大揉腹法。咱们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夏天，有些朋友啊水气比较重的，或者是寒比较重的，你就可以这样啊，每天都这样做一做，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希望大家收藏起来，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肚子大的人一定都非常的苦恼吧？我相信很多朋友为了减去肚子前面这一坨肉啊，真的是尝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朋友啊，嘴巴也控制住了，步伐也迈开了，但是肚子这里啊却很难的运动到，甚至说起怎么样去减肚子，他的脑海当中啊就蹦出2个字：卷腹。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在家就能锻炼的一个瘦肚子的动作。这个动作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针对性强，而且来得快。只要每天抽出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跟着我一起练习2到3组，你会发现你的小腹一天比一天平坦。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或者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讲解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不分年龄大小，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演示啊。大家看，慢动作是这样，如果我做快一些，就是这样。啊，
动作做起来，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腹部的肌肉啊，来回反复的在运动，而且呢，一会儿这个腹部里面就会出现强烈的酸酸胀胀的感觉，这个腹部的温度啊，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动作的一个妙处。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动作的性能给它最大的发挥出来呢？就是要掌握这个动作的一个要点。首先，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动作看起来简单，但是啊，你里面的内核我要不讲你们就不知道了。就是首先你要收腹啊。腹部使劲往内收，手按进去以后硬邦邦的，这是第一个要点啊，一定要保持收腹。在收腹的状态下，你看我们去做一个什么呢？扭胯的一个运动啊，这个胯骨盆，你看这是我的骨盆啊，左右转动。在转的时候啊，你这个腹部一定要收紧，你不能肚子啊你要挺起来了然后转，这样就没有什么用了啊，腹部收紧。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手上啊，手上是五指张开啊，五指千万不要并拢，五指张开。然后我们的这个大臂内侧要贴着我们的躯干啊，去进行一个运动。好，保持好这2点以后，我们慢慢的可以把这个动作不同角度给大家看一下，慢慢做起来。先不要做快，先慢啊。你看我的右手往前，我左边的胯部就怎么样呢？你看，进行一个对向的旋转。再来对着镜子啊，大家先把这个动作简单的动作做一下啊，然后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腿部啊，尽量不要弯曲，不要做的时候你不是胯部转，而变成腿部这样转啊，这样就没有用了啊。腿部尽量不要弯曲，然后靠我们的胯部带动，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动作先感受一下你的腹部发力，做的时候腹部收紧啊，来慢慢感受。找到这种感觉，每一下都有了，逐渐的把这个动作开始加快，哎，来走，好，慢慢的加快，然后保持这个速度啊，保持这个速度，不同角度看一下，保持这个速度啊，是我们的胯，你看胯是一直在扭的，然后手是对向的去动，好。当你把手摆动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肌肉为了平衡你的躯干，就会不断的发力，然后你整个这里的代谢就全部给调动起来了。很多朋友啊，收腹不知道怎么减，你只要把这个动作每天做上一个2到3分钟啊，就这样啊。如果感觉运动强度不够，你就把速度啊变快一些。但是一定要记得这个动作要做到标准，不能你做着做着这个架子散了，肚子一松。那这个做的就很快，但是你做的这个感觉啊就大不如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完成动作的标准之下啊，追求一下速度啊，动作保持收紧，然后慢慢的把速度加快啊。把这个动作练会了以后，每天做上一个5到10分钟，你可以做上2分钟为一组，然后休息1分钟，再做2分钟为一组，做上一个5组啊。你只要这样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腰腹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肚子上面鼓鼓囊囊的，内脏脂肪特别多，那么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快速的打开咱们肚子上面的一个代谢通道，而且呢能全方面锻炼到我们整个腰腹部，包括里面深层啊。你做完以后啊，就会感觉整个小腹啊像火一样在燃烧啊。那么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好，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这个动作呢，咱们需要躺在垫子上去做，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咱们躺在这个垫子上面，好。然后把我们的小腿曲起来啊，注意看这里，看我的一个臀部的一个距离啊，它是已经离开咱们的一个地面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距离之下把腿并拢啊，并拢了以后，你看腿保持并拢，来转圈，画一个大大的圆圈啊，就这样，再上来。好，上来的时候注意看我的屁股啊，臀部一定要离开这个垫子。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错误啊，就是说转的时候，你看。它这个臀部看到没有，一直是在这个垫子上面运动啊，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运动。我们要做的时候，你看臀部离开，来走1，好，腿画一个圆圈，2，腿始终保持夹紧啊，你可以夹一本书啊，夹一本书在腿中间，做的时候不要让书掉下来啊，这个是练习你腿部的一个内收功能啊，也是非常实用的。3，好。我们做完3个以后换来1，你按照我这样去做啊，一边做个3到5下，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小腹上面啊像火一样在燃烧啊。2、3，好 ，OK。做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腿在转圈画圆的时候啊，
你不能说就是画的很小啊，一定要把这个圆给它画大了。咱们在这里还是要反复讲一下，因为我对大家做的时候啊，我看不到大家去做，所以一些细节我尽可能把一些更多的细节告诉给大家。你们画圆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说，你看啊，比如说我就画了很小一个圆，怎么看大小呢？你就看你屁股能不能离开地面，屁股离开地面以后，证明你这个圆画的比较大。大家看啊，一，哎，看，二，看到没有？三，啊，你臀部为什么能够离开地面？它全需要靠我们腰腹核心的力量把它抬起来。如果说你的腰腹核心力量啊不够，那么你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它离开地面会很小。但是你能感觉到，它离开地面以后，你的腰腹是处于很好的发力状态的。只有在这个臀部离开地面的时候，才能证明你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有效的动作。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动作的细节给抓牢。你细节抓牢，做上一个3到5下啊，一边转个3到5下，顺时针3到5下，逆时针3到5下，你就这样作为一组，每天练上2到3组，你会发现你的腰腹部啊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啊，你们自己去体验，我就不多说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动作非常好，希望大家能把它收藏下来，同时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就是经常啊吃完饭，哪怕只吃一点点啊，这个肚子里面啊就特别的胀，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浊气啊在里面乱窜，导致了这个肚子胀不舒服，一会儿啊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一会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其实很多人啊都说啊，这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寒气湿气啊在作怪。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感觉你的肚子经常胀啊，胃部经常感觉不舒服，消化也感觉不好的话，今天一个动作就能帮助你改善。这个动作非常好，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开始来讲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肚脐下方2指啊，这个肚脐下方2指，然后你去摸。啊，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肠胃啊感觉不好的，经常肚子胀的，这里你去摸会拨到一根小筋啊。如果你经常肠胃好，你摸起来是没感觉的。如果肠胃不好，往里面就是手啊，你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看好啊，形成这样一个姿势，然后顶在肚脐里面，上下左右的挑一挑，你会摸到里面有一根筋，你把这根老筋啊给它化开来，慢慢的肠胃就好了。如果感觉肠胃还不舒服，怎么办呢？就是在肚脐上方，大概在3到4指的位置，再继续摸啊。如果还有一根筋，把这根筋解开就好了，双重保险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肚脐下方2指啊，你看就手这样啊，3个手指啊，你看并在一起啊，顶进去。先拨一拨啊，感觉有一根筋比较硬的，好，我们顶住这个筋，来回反复的，你看这样上挑啊，把这个筋给它挑开。大家看啊，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好，坐直啊，先拨，先慢慢的揉一揉啊，感觉有一根筋的，好了，有了以后，看上下啊，是往上啊，这个动作很重要啊，不是就是往上，你看挑，大家知道挑什么意思吧？叫挑，把这个筋啊给它挑开，你看啊。这样去做，非常简单。做的时候啊，尽量保持啊肚子放松啊。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啊，就是说他自己啊无形之中啊会做的时候一紧张，哎，这个肚子就变硬了，这样效果就不行了啊。把肚子啊尽量保持放松，然后往上去挑啊，非常的好。我们一般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啊，这个筋啊你再去摸，哎，慢慢的啊就变软了或者变小了一些，这样就行了。好了。做完了下面这根筋，再把上面的筋最好再做一下啊，就是我们肚脐上方大概4到5指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正常4指，你看肚脐啊上方4指，好，把手贴在这个中间，然后呢，你看啊，也一样是坐直，然后把这个手你看往里面顶一下啊，顶一下，往里面顶一下，然后往上啊去找一下这个感觉啊，去挑，先去找这个筋，然后往上去挑啊，挑的时候也一样啊。如果很多朋友做的中途啊出现这个肚子胃里面出现这个胀气啊，或者乱窜打嗝啊，或者下面放气啊，都是正常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不要惊慌。好，我们就这样去做，一样50下到100下啊，就这样，非常简单。你把这2个点的筋啊给它去
散开了以后，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一些经络打通了，寒气湿气给它完全的带出体外，一些堵着的点就疏通了。你坚持去做上一个7到14天，从此你再去吃东西，你就很难找到这个肚子还胀胀的难受的感觉了啊。这个方法是非常好，可以说一个小动作帮了很多人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啊。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去做一做。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这里我会给大家分享非常实用的小视频，或许其中某个视频就能真正意义上帮助到你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越大的人越要去练习逆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我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通过练习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一个五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逆腹式呼吸所有的受力都是在于我们的腹部，而腹部呢就是我们五脏所待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通过我们不断的向我们的腹部受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五脏按了一个摩。第二点呢，就是通过逆腹式呼吸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底部盆底肌。盆底肌这块肌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的人它相对就越松弛。那么盆底肌只要一旦松了以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内气不但无法下沉，而且呢还没有办法聚集起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做内气聚则浑身有力。可想而知，这个盆底肌对于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重要。第三个通过腹式呼吸还可以很好的打开我们的胸部，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的膈肌要下沉，我们的胸廓要打开，所以对于我们的心肺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套真正的逆腹式呼吸的方法，即便你从来没有练过，你也能很好的掌握其中的精髓。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咱们在练习的时候选择坐姿，身体一定要做端正了。现在我们来讲要点。第一个我们要先学会收紧我们的一个盆底肌。盆底肌怎么收紧呢？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往里面夹住的感觉把盆底肌收紧。你可以把双手按在我们的小腹，当我们盆底肌在向内使劲夹紧的时候，我们的小腹也会不由自主的向内收。手放在小腹上面，当我们收盆底肌的时候，你往里面戳一戳小腹，感觉里面有一些微微的变硬的，同时你能感觉到你有一种提肛夹紧的过程，那么你的盆底肌就收紧了。收紧盆底肌只是第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在整个逆腹式呼吸的过程当中，盆底肌都要始终保持收紧。好，那么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在整个腹式呼吸过程当中，我们的盆底肌都要收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逆腹式呼吸。那么逆腹式呼吸，当我们收紧盆底肌以后，我们正常开始吸气，吸好了以后气沉下来了以后，感觉肚子微微往外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腹部一定要向内收你看收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在憋着气的收紧，盆底肌向上提，腹部向内收紧。好，到达你的极限以后，好，来吐气，放松。记住，放松的时候只是放松我们的腹部，我们的盆底肌是一直收紧的。好，再来第二个，好，来吸气，吸。好，这个时候肚子感觉往外鼓了，我们把肚子小腹往内收你看从侧面看腹部向内收，盆底肌是一直保持绷紧的。好，到里面的最深处，我们保持2到3秒钟此时是憋气状态，然后吐气，放松肚子再来第三个，你看，来吸，肚子收，好，保持1到2秒钟，憋气，好。吐气，肚子放松，盆底肌依然是紧的。好，第四个，来吸，肚子收，好，然后保持2到3秒钟。好，肚子始终向内收，好，吐气，放松。这个动作看似比较简单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正常你要做个5个左右，你的额头开始出这种汗，后背开始排汗，排的是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你能感觉到我们的腹部有一种燃烧并且
就由内向外这种燃烧灼烧的感觉啊，就很酸胀的感觉，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对了。咱们在做逆腹式呼吸的时候，一定要追求这种腹部给你这种真实的感觉啊，你不能说你做个5个到10个左右，你发现你自己也没什么感觉，额头后背也没有什么汗，那么你这个动作啊做起来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就要把这个视频啊从头到尾再看一些，掌握其中的细节，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吸气，肚子往外鼓啊，往外有点鼓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把肚子往内收啊，这个衔接的过程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逆腹式呼吸，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同时呢，你在每一次锻炼的时候都能够很有效的强化我们整个腹部的核心力量，那么这个动作啊你就做到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练习逆腹式呼吸，每天做10个到20个左右。你要记住，呼吸到腰，健康到老。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肚子上面鼓鼓囊囊的，有很多内脏脂肪，大腿上面又有着很多的泡泡肉？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叫做腰臀比啊，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呢，我们男性啊一般是0.85到0.9，那女性呢是0.75到0.8，是比较好的。越往上就越能证明什么呢？我们的腰围和我们的臀围啊越接近。那么腰臀比这个指标有什么用呢？它其实啊就是告诉你啊，就如果说当你的腰臀比越大，那么我们的整个往下走的这个气血通道啊就会受到影响。同时腰臀比越大的人呢，对心脏的负载能力考验也越大，而且腰臀比只要一大，哎，你会发现这个腰粗了啊，穿衣服穿裤子啊都不太好穿。那么今天呢，我来教你一个动作，每天在家练上5到10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腰臀比，让你的肚子啊也往下瘦了，臀腿部呢也能变得更加的挺。好了，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先收藏下来，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这个动作非常有趣，咱们叫做原地投篮，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来，1、2、3、4啊，来讲一下动作细节啊。你别看这个动作简单，你做起来如果细节抓不牢，那你这个动作做起来，其实效果呢肯定是会有一些折扣。我们来讲动作细节，首先第一个啊，腿微微弯曲，然后呢起来的时候，你看，注意看，是我的手臂往上挥，然后呢腿同时上抬啊，发力，整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爆发力，让我们的脚底转向另一侧，你看，转向另一侧。这里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转脚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说你以某个脚为轴心，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左脚为轴心，就是什么呢？就这样做，这样做就很轻松，对不对？但是我们做的时候要什么？微微的起跳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原地的跳跃加一个转身的过程啊，是不是看起来像什么呢？像这个呢，就是以我脚为一个轴心去转。这个我们转动啊，就带动腰部活动就小了。我们一定要啊，你看起来，转过来，转过来，这样的话呢，锻炼的这个难度就加了一些。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手，你看起来的时候贴在我们的头，2、3、4啊，起来的时候把我们的手打开，5、6、7，配合呼吸，8、9、10啊，做的时候把我们的小腹收紧。这个动作啊，它其实细节还是比较多的。咱们在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些细节啊给它抓紧。我建议大家呢，一般来说，我们做上一个30下啊，就这样，2、3、4、5、6啊，做上30下为主。这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跳速率一般在我做完以后给大家讲话，就是说我不是很喘。这个时候的心跳速率啊是最好的。好了，今天的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没有点赞的，记得给视频点一波赞。在别人那里呢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